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医学博士木田沙二所著的《饮食打造最强的体质》这本书。为了预防各种疾病，我们需要关注体内的3种反应：氧化、糖化和慢性炎症。这3种反应是许多疾病的根本原因。了解并抑制这3种反应，是防止疾病的关键。而日常饮食则是预防这些反应的重要手段。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抑制氧化的饮食方法；第二，防止糖化的饮食方法；第三，抑制体内慢性炎症的饮食方法。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抑制氧化的饮食方法来开始解释。在这里，我将介绍如何通过饮食来防止感染和抑制氧化。大家首先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氧化程度。以下是一些氧化的具体表现：1. 感到压力； 2. 生活不规律，缺乏睡眠； 3. 很少吃蔬菜； 4. 吸烟； 5. 容易感冒且难以康复； 6. 疲劳难以消除。如果符合以上的任何一项，您的体内可能已经出现了氧化，免疫力也可能因此而下降。接下来，我将介绍4种能够抑制氧化的饮食方法。在此之前，让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氧化。当我们吸入氧气时，部分氧气会在体内转化为活性氧。这种活性氧在体内主要由白细胞利用。白细胞负责发现并消灭入侵体内的病毒和细菌。活性氧是白细胞的重要战斗力。然而，由于压力和大气污染等因素，活性氧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当活性氧过多时，它们不仅会攻击病毒和细菌，还会攻击白细胞本身和正常的细胞。这种攻击会导致体内的各项功能下降，形成氧化反应。白细胞氧化后，保护我们身体的功能会减弱，使新冠病毒和流感等感染性疾病更容易侵入体内，导致我们更容易感染。要防止氧化，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几种抑制氧化的饮食方法。首先是第一种方法，保持每天摄入十字花科蔬菜，这能提供长达72小时的抗感染保护。要防止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关键是控制活性氧的过量产生。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清除我们体内多余的活性氧，这些抗氧化物质在蔬菜中含量丰富，尤其是西兰花、卷心菜、大白菜、萝卜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含有大量的萝卜硫素，这种抗氧化物质的作用可以持续3天，为身体提供持久的保护。作者特别推荐的是西兰花芽，尽管价格稍微有点高，但少量食用即可有效地摄取萝卜硫素。由于萝卜硫素不耐高温，建议将其加入汤中或生吃。接下来是第2种方法，通过生鸡蛋来击退感冒。鸡蛋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几乎包含了人体生存所需的所有营养成分。它富含蛋白质、钙、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除维生素 C 外的几乎所有维生素。鸡蛋中的蛋氨酸具有出色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抑制氧化并提升身体的免疫力。此外，鸡蛋中的维生素 A 可以增强黏膜的屏障功能，阻止病毒和病菌的入侵。鸡蛋还含有所有的必需氨基酸，对健康有着显著的益处。在选择鸡蛋时，最好选购那些养殖环境良好的优质鸡蛋，尽管价格稍高，但质量更有保障。有些人可能会担心鸡蛋中的胆固醇问题，然而研究表明，人体内80%的胆固醇是由肝脏所合成的。自这一发现以来，科学家们已经明确表示，饮食对胆固醇水平的影响并不大。因此，与其担心胆固醇问题，不如多关注如何抑制体内的氧化和糖化。不要被旧的观念所束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鸡蛋的高营养价值，打造强健的身体。接下来是第3种方法，通过摄取富含锌的食物来增强对病毒的抵抗力。贝类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是促进新陈代谢不可或缺的食材。其中，牡蛎中的锌含量在所有食物中名列前茅。此外，还含有丰富的铁、钙、
维生素 A、B1、B2、B6、C 和 E 等。锌是提高免疫力和维持身体功能所必需的营养素，能帮助酶的生成和激活女性荷尔蒙的分泌。锌还被认为对新冠病毒有潜在的防治效果。在一项针对249名新冠病毒患者的研究发现，存活者的血液中锌含量平均为63.1微克，而死亡患者的锌含量平均仅为43微克。入院时血液中锌含量低于50微克的患者，其院内死亡风险是锌含量超过50微克患者的2.3倍。这表明摄取锌有助于改善感染症的状况。尽管锌不易被身体吸收，但与维生素 C 或柠檬酸一起食用可以提高其吸收率。因此，建议在食用生牡蛎时加点柠檬汁。接下来是第4种方法，避免重复使用煎炸油。脂肪主要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一般存在于黄油和肉类中，常温下会成固态，摄入过多会在体内凝固，使血液变稠，增加心肌梗塞等疾病的风险。不过，饱和脂肪酸也有不易变质的优点。不饱和脂肪酸一般存在于植物油中，在体内不易凝固，但容易氧化。打开大瓶植物油并长期保存后，通常会出现异味，这是由于油接触空气后产生的氧化现象。油氧化后会转变为毒性很高的过氧化脂质，因此建议使用小瓶装的植物油，尽量在短时间内用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煎炸油，高温加热会使油脂容易氧化。放置后会增加过氧化脂质的含量，重复使用煎炸油会产生高毒性的过氧化脂质，因此煎炸油建议只使用1次，并尽快用完开封的油。此外，购买店里的油炸食品时也要注意，偶尔食用没有问题，但如果频繁食用，就可能摄入大量过氧化脂质，这一点也需要大家特别注意。接下来是第2部分，防止糖化的饮食方法。大家首先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糖化程度。以下是一些糖化的具体表现：1. 喜欢吃白米饭； 2. 经常喝甜味饮料； 3. 总是吃到饱； 4. 吃饭速度很快； 5. 经常吃甜点或甜食； 6.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如果符合以上的任何一项，您的血糖可能容易升高，糖化加速，从而导致老化。接下来，我将介绍3种防止糖化、延缓老化的饮食方法。在此之前，让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糖化。糖化是脂糖和蛋白质结合发生的一种现象，在加热的情况下，这一过程会加速，生成一种叫做 AGEs 的棕色硬质物质，即所谓的焦化。这种反应不仅发生在食物中，也会在我们体内发生，形成内在的焦化。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糖分，而我们的身体，包括皮肤、骨骼、头发和内脏，都主要由蛋白质构成。糖是3大营养素之一，是我们活动的能量来源。然而，摄入过多的糖会在体内积聚，导致糖与蛋白质结合，发生糖化，最终生成 AGEs。这些 AGEs 会导致皮肤暗沉、失去弹性、头发干枯，使我们看起来更老。为了防止这种引起老化的糖化，我们需要在饮食上做些调整。现代饮食中充满了糖分，曾经珍贵的食品如今大量生产，导致我们摄取了过多的糖分。我们的大脑在摄取糖分时会感到愉悦，但这种机制是危险的，因为即使身体不需要糖，我们也会为了快感而摄取过多糖分，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健康问题。糖不仅存在于甜食中，还广泛存在于米饭、面包、面条等主食和薯类中。人体不能缺少糖、蛋白质和脂肪这3大营养素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在现代社会，缺乏糖的人几乎不存在，因此适当控制糖分摄入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下面是3种防止糖化、延缓老化的饮食方法。首先是第1种方法，从蛋白质食物开始进食。为了防止糖化，我们需要让食物尽可能慢地消化吸收，使血糖水平平稳上升。即使是相同的食物内容，
进食顺序也会显著影响到血糖的上升速度。在减肥书里，经常会推荐先吃蔬菜的方法，这样做确实比先吃含糖分的食物要好。但更好的方法是先吃蛋白质，这是因为摄取蛋白质会刺激体内分泌一种叫做胰高血糖素样肽一的激素，它有助于降低血糖。所以在我们每次进餐时，记得要先吃肉、鱼、蛋等蛋白质类食物，然后是蔬菜，最后才是主食。按照这个顺序进食，可以有效地抑制糖化，延缓身体的老化。接下来是第二种方法，在主食中添加蛋白质和脂肪一起食用。与单独食用面包相比，将黄油和面包一起食用会使血糖上升速度变缓。血糖上升速度变缓意味着胰岛素的分泌不会过多，这有助于减少体重增加的风险。这种做法还能减缓糖化过程，有助于抑制身体的老化。此外，橄榄油具有明显的抑制血糖上升作用，因此也可以使用橄榄油来食用。喜欢吃米饭的人可以添加生鸡蛋或纳豆来减缓血糖的上升速度。总之，摄取脂肪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完全转化为体内的脂肪。摄取过多的脂肪基本上会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残留。相比之下，摄取过多的糖类几乎都会被身体完全吸收。与其过分关注热量，不如选择摄取高质量的油脂，这对抑制老化也会有所帮助。接下来是第三种方法，在烹饪和饮品中使用肉桂来调味。肉桂是一种来自于桂树科植物的香料，是由其树皮制成的。肉桂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独特的香味，还包含能抑制皮肤、头发和血管老化的成分。其中一个重要成分是前花青素，这是一种多酚，已经证实具有降低血糖的效果。肉桂中还含有能修复毛细血管的成分，毛细血管能将营养素运输至身体内的每个角落，非常重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压力的增加，它们容易变脆或甚至消失。一旦毛细血管受损，可能导致皮肤色斑、皱纹、白发和脱发等老化现象。摄入肉桂可以使毛细血管重返年轻的状态，有助于预防这些老化迹象的出现。肉桂还含有抗氧化和抗菌成分，对健康也有着积极的支持作用。虽然肉桂拥有这么多的健康益处，但不建议将其用于糖分较高的甜点或面包中，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摄入过量的糖。最好的使用方法是将肉桂作为调味料用于烹饪中，或者少量添加到咖啡或红茶中，以增添香气。此外，肉桂中还含有一种叫做香豆素的成分，过量摄入可能对肝功能造成损害，因此不建议通过补充剂等方式过量摄取肉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抑制体内慢性炎症的饮食方法。大家首先需要检查一下自己体内的慢性炎症程度。以下是一些慢性炎症的具体表现：一、患有牙周病；二、血糖偏高；三、喜欢吃零食和油炸食品；四、皮肤经常出现问题，有过敏体质；五、体重超标 ，BMI 超过25；六、经常便秘。如果符合以上的任何一项，您的体内可能已经出现了慢性炎症，这可能会成为未来疾病的诱因。了解如何通过饮食预防慢性炎症非常重要。在此之前，让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慢性炎症。炎症是身体的一种防御反应，例如昆虫叮咬引起的急性炎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我们的体内还存在着一种叫做慢性炎症的持续性炎症形式，比如牙周病。最初这种炎症可能微妙到让您察觉不到，但如果不及时关注和治疗，问题就会逐渐扩大，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牙齿的丧失。类似地，慢性炎症也可能在身体各个部位引发癌症、心肌梗塞和认知症等严重疾病。为了预防这种慢性炎症，饮食是非常关键的。以下是4种抑制体内慢性炎症的饮食方法。首先是第一个方法，新期咖啡来抑制慢性炎症。对于抑制体内慢性炎症，咖啡是备受关注的食物之一。
据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的一项针对约56000人的调查显示，与几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饮用3至4杯咖啡的人，男性的2型糖尿病发病率减少了17%，女性减少了惊人的38%。咖啡中含有一种名为绿原酸的多酚，具有强效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这些作用可以降低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然而，最适合饮用咖啡的时间是早晨。在一天开始时，摄取抑制炎症的物质是明智的选择，但要注意，不推荐使用甜味罐装咖啡。即溶咖啡中的 AGEs 含量约为普通咖啡的3倍。另外，即使是普通的咖啡，放置1小时后，其 AGEs 的含量会增加超过8倍。有研究表明，绿原酸的效果主要在新沏的咖啡中才能发挥，因此推荐选择新沏的黑咖啡以获得绿原酸的最佳效果。但是要注意，不要过量饮用咖啡，因为摄入过多咖啡因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建议每天摄入不超过4至5杯咖啡。接下来是第2个方法，经常食用生鱼片或青鱼罐头。青鱼中富含 EPA 和 DHA， 近年来这2种成分因其抑制炎症的作用而备受关注。它们是人体所必需的脂肪酸，无法由人体内部合成，因此需要通过食物的摄入。DHA 有助于促进大脑的活性。最近的研究还显示 EPA 具有抑制阿尔茨海默病的作用。EPA 还能有效降低中性脂肪水平，并预防血栓形成。甚至有的人认为，日本人长寿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经常食用鱼类。富含 EPA 和 DHA 的鱼类包括秋刀鱼、青鱼和鲑鱼等。建议每天摄入50克以上的鱼类。最佳的食用方式是生鱼片。同时，罐装食品也是一种便捷的摄入方式，推荐选择水煮青鱼罐头，因为其中的营养成分也溶解在汁液中，建议黏汁一起食用。接下来是第3个方法，制作咖喱时多加香料。咖喱的主要原料之一是姜黄，它的明亮黄色来自一种叫做姜黄素的色素成分。姜黄素是一种多酚，以其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而闻名，还具有优秀的抗炎症效果。此外，姜黄素据称还可能对阿尔茨海默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通过在小白鼠身上实施的研究表明，姜黄素的投入可以防止淀粉样蛋白的聚集，从而有助于减轻由此引起的脑部慢性炎症。香料被研究表明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成分，与药物类似。市售的咖喱块通常香料的含量不足，因此建议自行购买喜爱的香料，制作个性化的香料咖喱。有的人在吃咖喱饭时会不断添加米饭，但在这方面还是应该适度控制一下。接下来是第4个方法，每天食用蘑菇。蘑菇是富含维生素 B1、B2、B6 和食物纤维的出色食材。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是其中的维生素 D。研究表明，血液中维生素 D 浓度较高的人，患肝癌、乳腺癌、卵巢癌等各种癌症的风险较低。血液中维生素 D 浓度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波士顿大学的研究证实，血液中维生素 D 浓度较高的人，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率较低。维生素 D 能够通过强大的抗炎症作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因此在预防病毒感染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虽然人体内可以通过接受紫外线照射来自行合成维生素 D， 然而过度暴露于紫外线可能会促进氧化作用，因此建议优先通过食用蘑菇等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来补充，特别是木耳和香菇富含维生素 D， 因此它们是非常好的选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